最近比特幣突破10萬，睇到好多人對直接購買虛擬貨幣定係購買虛擬貨幣嘅 ETF 好有疑問。首先 ETF 係可以喺股票市場自由交易嘅基金，類型千變萬化，而加密貨幣嘅種類亦係多不勝數。依家更加多咗兩者嘅混合體，就係加密貨幣 ETF 啦。如果想靠加密貨幣去賺錢，我哋究竟要買邊一隻好？同時，我哋應該要用邊一種方式去投資，同埋要買邊一隻加密貨幣好呢？大家好，我係阿米，我希望透過呢條片同大家分享利用虛擬貨幣同埋虛擬貨幣 ETF 投資嘅利弊。想知道邊一種投資先適合你嘅話，請你一定要將呢條片睇到最後，了解完整嘅內容。同時，我都建議你可以幫呢條片撳翻個讚，咁日後你就可以喺播放列表入面揾翻呢條片嚟重溫。喺開始之前，我想同大家介紹一下，我哋呢個頻道主要分享唔同心法同技巧，希望能夠幫助你提升內在靈魂嘅質素，並揾到適合你嘅投資方法，令你走最近嘅路，更快咁達到財務自由。首先喺度祝福幫手撳讚同訂閱我哋嘅朋友，喺睇完呢條片之後，都知道邊一個投資虛擬貨幣嘅方法最適合你去賺錢。而家就開始今日嘅影片內容啦。首先喺購買虛擬貨幣或者佢嘅 ETF 之前，首先你要搞清楚你係想作出資產配置定係純粹想投機。如果你只係想資產配置嘅話，我會建議你直接去買虛擬貨幣，因為虛擬貨幣嘅角色類似於黃金，係新式嘅資金避險工具。想要配置或者資金避險用途，就直接買虛擬貨幣冇錯啦。如果你都同我一樣，只係想透過虛擬貨幣投機嚟賺錢嘅話，我認為直接購買虛擬貨幣同埋佢嘅 ETF 都各有優劣。首先講返透過交易商直接買虛擬貨幣投機嘅好壞處，咁佢第一個好處就係你嘅收益盡在你嘅手中，因為你買入嘅係真正嘅虛擬貨幣，佢嘅升跌收益完全喺你嘅手入面，而唔會有跟蹤偏差度嘅問題。第二就係你隨時可以買賣交易，因為虛擬貨幣係一個7×24嘅市場，你買賣現貨可以隨時咁去交易，無需忍受因為股市優市嘅時候，虛擬貨幣嘅價格波動令你冇辦法交易嘅問題。而第三就係佢嘅費用比較平，透過交易商交易，普遍交易費都會低過股票。單純以富途嚟比較，其實差異就唔係好大，個差別只在於其他收費，但係其實已經可以少到唔計。而第四樣就係你直接買虛擬貨幣可以有多種嘅選擇，你只要搞識點樣去交易虛擬貨幣，其實你交易其他嘅虛擬貨幣原理都係一樣。而投資虛擬貨幣 ETF 嘅話，只係得少數嘅貨幣俾你去選擇。而第五就係冇基金公司嘅收費，畢竟 ETF 嘅發行商都要管理同埋賺錢。如果你能夠自己管理嘅話，就可以慳返一筆錢。不過多數加埋一年都唔超過3%。但係同時佢都有佢嘅壞處。第一個壞處就係佢有麻煩嘅手續，有關虛擬貨幣麻煩嘅開戶手續，網上一揾就一大把啦。喺呢度我都唔需要多講，甚至有啲人會因為證件同埋地區問題而冇辦法開戶。第二樣就係麻煩嘅處理，乜嘢出金入金，唔同嘅平台都各有差異，甚至可能要首先買入平台幣嚟節省服務費。第三就係交易商嘅風險，喺選擇你嘅交易平台之前，你要搞清楚嗰個交易商嘅合法性，唔係好似香港之前嘅 JPEX 案突然間走佬，大量嘅人嘅資金就突然間被呃走咗。不過大型合法嘅公司可以令你放心咁喺入面交易。而第四個壞處就係佢唔可以融資，因為交易虛擬貨幣只能夠用現金去交易，直接買虛擬貨幣就唔可以用融資嘅手段去倍大你嘅收益。而第五樣就係冇自動買賣，喺我用嘅交易商嚟講，佢係冇同股票一樣嘅止損同止盈功能，失去咗自動化下盤嘅便利。不過你仍然可以設定到價提示，然後再手動落單。然後我就講買虛擬貨幣 ETF 嘅好壞處。其實佢嘅好壞處就係直接買虛擬貨幣嘅相反。咁佢嘅好處就係佢容易交易，只要你有股票戶口就可以交易。
但係你都要注意翻，部分嘅地區同埋個別嘅 ETF 係要成為專業投資人先可以買入，但係只有少數嘅人能夠符合呢個條件。而第二就係方便嘅處理，基本上買賣 ETF 同買賣股票係冇分別，所以亦冇咩難度可言。第三就係券商嘅監管成熟，因為股票買賣嘅歷史遠比交易虛擬貨幣長，對此嘅監管亦十分之成熟。而第四就係可以用融資工具或者將 ETF 抵押俾券商，再融資去倍大收益。而第五就可以自動買賣，同其他股票一樣，佢係可以自動止損同止盈，唔需要擔心自己因為瞓咗覺而唔能夠去交易。但係要注意 ETF 嘅價格係同虛擬貨幣唔同，你要自己計算相應嘅止損或者止盈價格。而佢嘅壞處就係佢嘅收益有偏差，因為你買入 ETF 會同虛擬貨幣嘅走勢點都會有少少差異。如果你買嘅係實物 ETF，可能都會仲好啲，但係合成 ETF 佢只係用一堆工具去合成佢嘅走勢，偏差度會更加大。而第二就係開市嘅時候佢先可以交易，因為虛擬貨幣係一個7×24嘅市場，你要忍受股市休市時候虛擬貨幣嘅價格仍然喺度波動。如果喺休市時間到達咗買賣點，你唔能夠有紀律咁去繼續進行交易。而第三就係費用較高，咁我都唔需要再喺度詳述多次，但係其實小到都可以唔計。而第四就係選擇比較少，市面上多數嘅 ETF 唔係追逐比特幣就係以太幣。如果睇中咗其他嘅虛擬貨幣，你用 ETF 嘅方法就買唔到啦。而最後嘅壞處就係呢啲基金公司都係收費，長期嚟講係會影響你嘅績效嘅。咁喺度我想同大家講翻，如果你係選擇購買虛擬貨幣嘅 ETF， 要關注嘅事，首先你要關注 ETF 嘅偏差度。你要分清楚你買嘅 ETF 係合成 ETF 定係實物 ETF， 因為合成嘅 ETF 只係透過買賣金融衍生工具或者掉期合約嚟追蹤相關基準指數或者商品嘅表現，而呢啲工具可能會產生較大嘅價差，令實質績效有所差異。而實物 ETF 本身就係要購買嗰種實物商品或者資產，亦就係你想交易嘅虛擬貨幣，佢係更加容易追蹤到相關基準指數或者商品價格嘅表現。但係如果嗰個 ETF 嘅交易量比較少嘅話，都會較容易因為價差而影響績效。而第二要關注嘅嘢就係管理費。如果你嘅目標只係投機嘅話，其實影響唔算大，因為加密貨幣嘅波動管理就比較大，可能一日嘅波動都仲高過全年嘅管理費。但係如果你想長線透過 ETF 投資虛擬貨幣嘅話，就唔好睇小每年幾% 嘅複息回報差異啦，其實影響都好大。不過呢啲嘅 ETF 上市年期都唔長，管理費嘅影響都唔能夠即時喺佢嘅價格上面反映出嚟。如果可以嘅話，即使係投機，我都建議要買一啲費用比較平嘅 ETF， 始終 ETF 會收少1分嘅管理費，其實都會包含喺股價入面。我會拎5隻港股比特幣 ETF 做例子，首先就係嘉實比特幣、華夏比特幣、博時比特幣、南方比特幣同三星比特幣，而頭3隻係實物 ETF， 而後面嗰2隻係合成 ETF。咁再比較翻比特幣，比特幣喺2024年11月6號突破咗71000美元嘅關口，我就用當日嘅香港早上9點半開市時間，同埋2024年12月6日下晝16:00嘅收市時間作比較。以實物比特幣嚟講，升幅係38.86%，然後就係加特比特幣，佢嘅升幅係38%，華夏比特幣佢嘅升幅係40.75%，博時比特幣佢嘅升幅係41%，而南方比特幣佢嘅升幅係37%，而三星比特幣佢嘅升幅只有36.88%。好明顯地，合成 ETF 嘅績效係會低於實物嘅 ETF， 因為本身佢嘅偏差度管理都會比較高，加上交易期貨嘅開支亦會比較大，所以佢哋嘅績效比實物 ETF 差，其實都係意料中事。而管理費方面係需要長時間先會見到分別，畢竟呢幾隻 ETF 嘅成立時間都唔算長，所以影響並唔多。
甚至你會見到管理費比較低嘅 ETF， 可能績效仲衰過管理費高嘅 ETF。你睇翻華夏比特幣同埋博時比特幣，佢哋嘅績效甚至比實物仲好，但其實呢啲都只係偏差度較大所引致，所以我都係會推薦費用率比較低嘅實物 ETF 作為你嘅交易媒介。當然，除咗港股之外，美股有更加多低費率嘅 ETF 俾你選擇，但係呢度只係一個例子，我就唔同你一一細數啦。你要知道，貨幣只係一個交易工具。所以如果虛擬貨幣冇足夠嘅認受性，其實都係冇用。如果唔係，你睇下美元同埋大富翁嘅遊戲幣都一樣，可以隨意咁發行。但係點解美元仍然可以有購買力，但係大富翁嘅遊戲幣就冇呢種購買力？當中嘅差別只係認受性。雖然以而家嚟講，比較有認受性嘅虛擬貨幣其實只有比特幣同以太幣。所以喺長期投資嚟講，我只建議你買入呢兩隻嘅虛擬貨幣。但喺事實上，現實同虛擬貨幣嘅本質都係虛無。所以喺資金避險方面，我個人都比較喜歡實物黃金，而唔係虛擬貨幣，因為最少都仲可以攞住嗰條反光嘅金屬條，而唔係一串冰冷嘅數字。而我投資虛擬貨幣只係為咗投機賺錢，而我關注嘅虛擬貨幣都有 ETF 上市。暫時我亦唔會打算交易其他嘅虛擬貨幣，所以我會比較傾向選擇用 ETF 嘅形式嚟投資。咁樣嘅話，我就唔需要再花時間去學習交易虛擬貨幣嘅系統，又可以自動買賣，唔再需要費神去跟進佢嘅走勢。但係比較大嘅問題就係佢喺交易時間以外係唔能夠交易。不過翻查翻記錄，喺休市時間擴大你虧損嘅機會其實唔大。甚至會有保障。睇翻呢個2024年12月6日嘅分鐘線圖，比特幣喺幾分鐘之內暴跌咗6% 以上，但係冇幾耐已經升翻5.89%。如果當時我喺場內，好可能已經執行咗止損，但係喺咁短時間入面已經可以承接回升，我都視佢為一個突發性嘅行為。但係 ETF 仍然未開市，所以係完全冇反應。而考慮過風險，我會選擇繼續持有，亦冇被呢個洗盤行為洗咗出去。暫時嚟講，我仍然睇好比特幣，同埋繼續以 ETF 嘅方法嚟投機。以上就係我今日嘅全部內容。感謝你花時間將我哋嘅影片睇完。如果滿足到你內心嘅疑問，同埋幫助到你選擇投資方法嘅話，請你幫我點讚、分享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同時祝福睇到呢度嘅你，可以早日達到財務自由。我哋下次再見面啦，拜拜。